日本的特殊规定其实很多，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像是首先大家可能有听过，就是日本其实是就我所知全世界上唯一一个会收礼金的一个国家。礼金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谢谢房东把这个房子租给我，感谢你给我一个房子住的那种感觉。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，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，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，欢迎回到线上访谈的房价系列。那上次看完跟台湾状况类似的这个韩国之后，今天要来看的则是跟台湾差异比较大的日本。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已经住在日本12年的阿伦。阿伦你好，可以先请你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嗨，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阿伦です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然后我现在呢是目前住在日本的东京，然后我来到日本已经12年了。然后为什么会来日本？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呢从小就很喜欢漫画，还有像是玩游戏，所以就想要从事相关的行业，所以我就选择来到日本生活这样子。了解。那我们有发现你的频道其实有一个播放清单是阿伦不动产，而且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做了。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房子相关的主题吗？其实我的频道呢，其实不只是房子，然后像是比如说我在日本的生活啊，还是旅游，还有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见所闻等等，我都会来做一些拍摄。然后为什么会拍阿伦不动产这个系列呢？其实主要我觉得，日本的不动产跟台湾很不一样，就是比如说房间的那种配置啊，或者是还有他们使用习惯啊，都很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很有趣，所以我就想要说，那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拍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？所以我就来制作这个系列。而且因为我来到日本，其实说实在已经也不短的时间了，已经12年了。然后我从刚来日本的时候是学生，那时候是为了要学日文而来的，所以我就从学校的宿舍，漫画里面可能会看到就是那种2层的比较破旧的那种旧式的公寓，有没有？从那边那种都会有住过，然后后来也有租到那种一房啊，然后或者是甚至后来是1房1厅啊，然后到现在呢，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在日本的自产了，然后买了一个独栋的房子哦，就觉得说，在日本这边住宿，我觉得该体验的好像都体验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这样子，然后拍片来分享给大家的话，可能也会有比较有公信力吧。了解。那这个租屋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。那你在这个日本租屋的经验当中，你大致上还算是满意吗？就像我刚才讲，就是我住的类型，其实说真的也是蛮多元的。整体的感受来说，以我们台湾人在一开始来日本，一开始上是很不习惯啊，像是日本的租屋的方式，但是现在呢是可以渐渐的去理解说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。举例来说好了，这样日本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租房子，你就只是租一个空壳而已，它里面呢是没有附任何的家具，甚至灯都没有。当然是我也是有租过有附灯的，但是没有家具是最普遍的。所以说真的说要租到有家具的房子，在日本的话呢是比较稀少的，可能比日本这压缩器还要稀少一点。所以是连灯跟这个冷气都没有。对，就是看你所租的是什么样的房型。然后我目前住的比较一般来讲会有灯跟冷气，但是家具呢几乎是100%一定不会有。如果是跟一般日本人租的话，通常是这样的情形。了解。那在日本普遍大家租的类型大概是长怎么样？是跟台湾一样可能分成这种像家庭式啊，或者是套房、雅房之类的吗？其实我觉得日本的租屋的形态跟台湾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像是雅房来讲的话，日本相对的就是比较少，真的能够拿来比，我觉得像是比如说 share house 那种类型的，就是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的雅房那种感觉。但是如果是属于套房的话，他们也有分很多种不同种类，像是比如说 1R 也就是 one room 的房型，或者是 1K 就是有一个房间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厨房的那种独立的空间，然后还有像 1LDK 就是1房1厅的这种类型，然后算是比较普遍所会看到的吧。然后随着房间的大小，还有就是它的所在的区域不同了，然后房租呢大概会从日币6万块到甚至高一点的话10几万、17万日币左右呢都是有可能的。那这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东京的租屋这预算的范围该怎么抓吗？以及它的通勤时间会多久？因为我知道日本都要通勤很久。就我目前的经验来说啦，我觉得在东京，如果你的租屋的预算的话，大概是抓你的月薪的大概1/3左右是会比较适当的。就如果你超过的话，你可能就会生活上也许就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像这样子。了解。那通勤时间呢？通勤时间的话，大部分的人呢，就是从你住的地方到公司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其实基本上都是会被大家接受的。所以其实已经可以从新竹到台北
这样子都是很 OK 的了。也许没有到那么远，但是就是他们以通勤的时间，因为这日本电车有的时候又常常有些问题嘛，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他们出门，然后到坐上电车，然后到公司那一站，然后到达进到公司，大概1个小时是我目前周遭所看到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距离。那在东京，就是大部分的人的平均月薪会落在哪边呢？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事情是，用1/3的薪水是可以租到一个理想的房子的吗？其实就是以日本政府他们这边统计的那个数据来看的话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东京的平均的月收入大概是39万日币，但是这个其实跟台湾一样，台湾之前也有公开一个，就是台湾的平均月收，然后可能好像我记得好像4-5万左右吧。然后那时候他说怎么可能那么高？我们也没有那么高。其实日本东京这边其实也是差不多是这种情况，上面都会很高很高嘛。对，然后就整个把那种我们可能一般大学新鲜人刚出社会，可能月收入只有20万到22万日币，稍微有比较惨一点的，甚至曾经有拿过14万、15万日币的人都有。如果在东京的话，14-15万日币真的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。对，所以说很多人呢，他们一开始在租的时候会比较选择最容易进入的，比如说 one room 的那种套房之类的。然后像是 one room， 虽然说它是一个房间，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角落，它是有一个厨房的。所以说如果你要自己做料理的话，其实也是 OK 的。OK， 所以总体而来说，生活条件算是好还是坏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跟你就是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、平常日常的消费习惯会有影响。然后当然你住的地点跟比如说市区啊，或者郊区啊，或者蛋黄区或者蛋白区等等，那个生活的一般的那种消费，其实说真的就会差蛮多的。那有听一些人分享过，就是虽然这个东京的房价很高，但好像因为所得高或者是很多公司都会补助的关系，所以租屋的负担没有很重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在东京租，我是觉得比较不划算一点。对，怎么说？日本这边的那个所得跟台湾比起来呢，还是比较高一点。但是像是比如说我现在所在东京的开销也是非常的高。然后公司如果有补助你租房的话呢，其实基本上它通常都会有规定一个距离，比如说距离公司离1站或2-3站之类的距离，那个公司它才会愿意帮你出钱补助。很多公司，日本的尤其是大公司，他们都位于市中心，所以如果你要接近住的离公司近的话，基本上房价呢也会非常非常的高。所以房价高，然后当然那边生活机能、民生必需品的店呢，单价也会变得比较高一点。所以我的朋友啦，他们大部分都还是选择不会离公司太近，因为有时候离公司住得太近的时候，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有一些公司还是残留一些加班文化嘛，他们就说你住得那么近，那你就可以留得更晚一点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有些人说我宁愿我通勤1个小时，我也不想要离公司这么近。对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好辛苦哦，那个社会的压力。那在台湾租的规定嘛，例如说可能我们的电费5块钱，或者是房东不让这个房客迁户籍等等。那日本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这种特殊规定吗？日本的特殊规定其实很多，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像是首先大家可能有听过，就是日本其实是就我所知全世界上唯一一个会收礼金的一个国家。礼金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谢谢房东把这个房子租给我，感谢你给我一个房子住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礼金这种东西虽然说听起来很荒谬，但是其实你在租房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跟房仲去谈的。因为其实你在日本租房子，你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很难你直接对到房东，通常中间都会夹一个那个中介，对，然后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，你都要透过那个中介去跟房东谈。虽然说这样子也许额外会产生一些费用出来，也不一定，但是就可以免去说，房东直接跟房客他们两个会有什么一些摩擦之类的问题。比如说像是刚刚讲到的礼金嘛，你就可以直接透过那个房仲去跟房东谈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不要这个礼金，那我现在就决定要租你的房子。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，目前租了几次的不同地方的房子，大部分你去谈的话呢，他们都是会愿意，就是那不然就不要收礼金好了。了解，这个礼金通常会大概是多少钱呢？礼金通常都会是房租1个月的费用。哇，所以等于是假设是一个10万，就是马上要额外付一个10万。对，这10万是你一付出去就消失的。对，他不会回你耶，天哪！对，他不会回你。而且因为他这个逻辑是说，谢谢房东把房子租给我，那这样不是我去采买个什么青菜也要谢谢，就是超商店员把这个东西卖给我。对，可能有点那种感觉。所以说，其实日本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礼金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因为他们从以前到目前为止文化就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他们就还是多多少少有残留。当然，那个房东是可以选择要不要收礼金的，也有一开始你去住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我这个是不用礼金的，这样子也是有的。懂？那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有趣或者是惊人的特殊规定吗？其实像我们外国人在日本租很常碰到的一个
的就是不租给外国人的房东。这个也是蛮常见的，就是我们去那个不动产的公司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每一个房子它的一些资料，然后它下面有一些注意事项，里面都会写说外国人不可，或者是甚至不能抽烟，不能抽烟是比较普遍的，然后不能弹奏乐器也是蛮普遍的，然后还有不能养宠物，就是你不能够养猫啊狗啊，甚至有些人说只要会发出声音的动物他们都不行就对了。不过我看过自己最夸张的一个就是不能够有婴儿，不能有婴儿哦。对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婴儿会哭会吵，然后可能会吵到周围的人，不能有婴儿这个事其实说实在是比较少数的，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的房子，只有看过一个物件是有像这样写，其他基本上都比较不会有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日本人自己对于日本的租屋状况算是满意的吗？其实我觉得很难去定义说满意或不满意这个情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已经习惯，日本人应该已经习惯，他们觉得租房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满意或是不满意的感觉吧。了解，就是一个反正是习以为常了，基本上就是要长这样了。那再来我们可能想问的就是这个买房的问题，所以你觉得在日本的买房它的负担重吗？我们买房的负担重不重？我觉得其实要看你买在哪个地方。我觉得不管怎样，其实你只要买房子，没有所谓的负担不重的，你因为多多少少对你都是一个对，就是一笔钱就是要出去，所以真的就是要依照自己的收入啊去衡量说，什么样的房子是你负担得起的。像我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，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东京的房价好了。因为像其实东京它说大其实也是蛮大，它有分23区，然后23区是比较大家所知道，那23区又有23区里面的蛋黄区就是那种人气非常高，然后很受大家欢迎的，或者说在皇居，就是天皇住的附近那边的房，那边也都是所谓的蛋黄区。然后我先以假设23区内的目黑区为例好了，因为其实日本房子有很多不同的种类，对，然后可能会讲的有点长，然后我尽量把它缩短一点。就是比如说在目黑区的大楼曼雄，就是公寓大楼，然后8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吧，大概是24平，算成坪数的话，然后屋龄大概是30到40年左右，然后步行到车站的距离大概10分钟的话，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价格大概坐落在日币9000万上下左右。不过如果当然是你要去那种人气的车站的话，会更贵。我也看过那种1亿2亿的物件也都有。然后刚才说的9000万的话，一坪大概375万日币左右。了解。这边我好奇的事情是，你刚刚讲到了这个24坪，它是实坪实际使用的，还是说是虚坪包含公设等等的东西？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日本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日本买房子呢，他们绝对都是实坪，他们没有所谓的公设。对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还蛮不错的地方。所以说在台湾的人听到24坪好像很小但其实它的20坪是实坪，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公设的问题。所以实际上它可能就要再乘一个接近 1.5 左右，所以就是对于台湾来说大概就是30几坪的房子这样子，36左右。讲到这个可以再补充一下，就刚才讲到这个实坪虚坪就有没有公设这个问题，其实又可以衍生到日本一个蛮有趣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很多人来日本玩，你们会发现说，日本人他们的大楼建筑物外观都很漂亮，然后都没有什么被什么加装铁窗啊什么之类的。那其实你在购买房子的时候啊，虽然说你买24坪，你就是24坪没有错，不过呢，通常你们家的阳台跟你们家的走廊是不算在你们家范围内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要维护他们的，比如说大楼的外观，所以说你家的阳台跟你家的对外的窗户，对于他们来讲都算是那一栋的整部的共用部位，所以说你不能够自己私自擅自的去改装或者是加装任何的东西，然后他们是有权利请你把它拆掉的这样子。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蛋黄区，那如果是再稍微可能蛋白区啊之类的，又会大概到多少呢？当然23区也是有分所谓的比较偏蛋黄跟蛋白之间的区域，然后那个部分的话，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东京的大田区为例好了，然后就条件跟刚才都是一样的话，他们的价格呢大概就会落在日币的5-6千万左右。然后刚才是9000万嘛，然后现在大概是5-6千万。然后当然如果你要去到更远的蛋白区，在东京也是在东京都内，但是它已经算是23区以外的部分的话，假设八王子那边的房子，我刚才有查了一下，同样的条件就会落在2-3千万左右。虽然说2-3千万听起来很便宜，尤其是在东京都内的感觉，但是它其实到市区你要上班的地方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一点距离的，所以说实在的话就会比较不方便一点啦。了解。而且日本大部分的人都还是电车通勤为主嘛。对，
了解。那在房价之外，日本买房会有什么附加税啊，或者是什么其他这种要注意的吗？其实有，就是因为像我最近买房子嘛，买了之后才发现，其实说真的也是要被额外收非常多税的部分。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们买了房子之后，我们会被收一个不动产取得税，税的范围大概是物件的大概4%左右。OK， 4%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你买了房子之后，你还会被额外着收，就是每年都会被收一个所谓的固定资产税，这是每一年都必须要缴的。然后另外，如果像是我现在我买的是一户建，就等于就是一栋是我自己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如果你是要去外面租那种公寓大楼的话，你每个月都还必须要支付管理费跟修缮费用，所以这一笔钱其实说实在的呢，也算是一个负担。而且你的修缮费用会随着你所住的屋龄越高，它会慢慢的会调得越来越高。了解，所以这些东西它基本上是一个买房的人，那所以这样子，日本年轻人会希望。其实就我所知的话，我觉得日本人的年轻人几乎不太会愿意去买房。比如说结婚后吧，结婚后可能他们意愿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我觉得整体说，我很想要买房子的话，这一点跟台湾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日本这边购物的欲望还是比较低一点的。懂？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啊？我觉得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在东京嘛，因为东京这个地方算是日本的一个很大的城市，然后就很多从外地来的人都会选择来这边寻找机会啊，来这边工作。然后因为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关系，所以说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像是比如说很有可能说，突然间你这个月做一做，然后如果你的公司比较大一点，他可能会跟你讲说，你下个月就会被调去大阪、去北海道之类的，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。如果你是自己买房子，你又被调到别的地方去的话，说真的就会变得很麻烦。就像是那日剧里面的半泽直树，他的第一季结束后也是被调走那种感觉。对，马上被调走。而且其实说实在，为什么他们对于比较没有想要买房的欲望？因为其实日本的不动产跟台湾的不动产比起来的话，是日本的不动产呢基本上不太容易会增值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买来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最高点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往下降这样子。通常最贬的可能会是哪一种？最容易贬值的，首先先跟大家讲，大家可能比较会有兴趣是大楼。大楼的部分的话，除非你的物件是刚好在超级市中心或者超级人气地点，那不然的话，一般来讲买进来那一瞬间就开始贬值，贬到大概30年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持衡的一个状态。虽然说持衡，但而且你每个月要付的刚才所说的那个修缮金，每个月有可能会依照你的屋龄越涨，然后会慢慢提高，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负担。然后另外，如果是说到一户建，其实说实在，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投资的话，我自己个人的建议，可能比较适合买大楼，会比像我这样一户建，就是这种独栋的这种来的好。因为其实日本的房子呢，像是独栋的房子，大部分都是木造的，这一点也是跟台湾很不一样。台湾大部分都钢筋水泥嘛，然后日本这边很多对，因为地震关系，所以他们就会用木造的房子来盖。第一个就是成本会比较低，然后第二个盖的房子也会比较快，这是好处。但是缺点的话，就是你一入手的那一瞬间呢，你的房子就几乎注定就是会一直往下贬，贬到后来之后，可能你就会只剩下你那块土地的价值而已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可能日本的购屋的意愿就不高了。那这样子，我好奇的是，另外一块，我觉得影响到很多人买房的意愿是跟贷款。在日本贷款这方面，房贷的相关有任何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其实在日本，如果你要买房子，你要贷款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稍微去计算一下，就是我大概可以贷多少钱。其实基本上他们市面上呢，就是你的年薪乘以7或乘以8左右，就是大概就是你能够贷款的金额。像是比如说你今天的你的年薪呢是400万日币好了，所以你能够贷到的就大概就是2800万，或者是34003200万左右的价格。然后当然超出来的部分，你可能就必须就是算在头期款的部分这样子。所以它不是用房价的几成。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房子不保值，所以银行看的就完全是还款能力，这跟台湾就有差异了。你要去申请的话，首先你必须要提出你的证明，说你是有稳定的收入，他会看你大概3年左右的那个，就是你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，就会去判断说，假设你第一年赚400万，第二年赚300万，第三年赚350万的话，他们可能就会取中间值，说你大概就是你能够负担得起，大概就是300万，他们就会用这个价格去帮你做那个贷款这样子。那我好奇，像是假如是做 YouTube， 那这种收入他会怎么去认列啊？其实基本上做 YouTube 对于日本来讲，他们并不算是一个正常的工作，因为 YouTube 的收入非常的不稳定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以 YouTube 的名义去贷款的话，说实在的会非常非常难贷。
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正直的东西，银行才会比较愿意给你钱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其实日本就是非常重视安定跟稳定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就是与其你一个今年赚1000万，明年突然间变200万，他还会比较希望你是一个每年都有稳定的300-400万左右的收入的人这样子。那你愿意跟观众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在日本买房吗？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之前一开始我也是都是在日本租房子比较多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呢，就其实我们租房每个月所付的那些房租的费用，如果自己购入的话，我每个月要付的房贷费用比起来，其实说实在的差距不会说太远。当然你自己买房还是会比租房来的高一点，但是其实因为毕竟买房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嘛，所以说那个心境上其实说实在就是不太一样。我自己是个人是觉得啦，就是以台湾跟日本比起来的话，台湾的租房呢是相对的便宜，但是买房非常的贵。然后日本的话呢，反而就是你租房的话，我觉得有点贵，但是买房的话，跟台湾比起来就相对的比较合理一点。像我们台湾人嘛，就很容易会有一种，就是你买了一个物件，就会有那种有家的那种归属感的感觉。但是日本人，我觉得好像就比较不会有像我们这种的心情。那像是台湾，因为这个租房啊，还有这个买房的负担都很重，所以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在提倡政府应该要重视居住正义。那日本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吗？也许有，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好像没有，因为我在日本这么多年，我比较少看到相关的讨论。但我觉得真的要提到居住正义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，就是日本的买房，其实说真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公设，你实买多少那就是多少。所以我觉得真的硬要讲啊，以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来讲，这个可能是比较接近一点的吧。那如果就是有观众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话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最后那个阿伦，你还有什么东西是想要跟我们观众分享的吗？这次真的呢，非常感谢志祺七七团队的邀请。如果大家对于日本的事情有兴趣的话，都欢迎来我的频道看看，从日本的生活呀，到日本的旅行啊，然后甚至日本的不动产啊，还有是日本便利商店有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开箱啊，这些都欢迎大家来看看。然后另外，其实我最近还有经营一个日本的露营的团体啊，叫做东京出走。因为其实最近很夯露营，在台湾也很夯露营，其实日本也非常夯露营。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有在做一个，就如果你们说，来到日本玩，然后你们想要露营，但是你们又不知道该怎么露营的话，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全部的东西，而且会带你们去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之后呢，等到日本的疫情呢缓和，我们有办法观光的话呢，都欢迎来日本找我们哦。最后呢，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日本的任何事，都欢迎记得一定要订阅阿伦频道哟。OK， 没有问题的。等到疫情结束之后，我真的是最需要赶快去一下东京，我已经错过了很多展览了，我要赶快去买一些东西。好，那今天真的很谢谢阿伦的分享。那如果观众对于日本的状况有了解的话，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。然后对日本生活有兴趣的话呢，记得去订阅阿伦的频道。而这边我要特别谢谢就是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，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这样子的内容。所以你如果愿意支持我们走为贵人，欢迎点击下面的连结加入我们会员。那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